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LCK。今天我们来开箱是 Hollyland 300 Pro 的无线图传。其实我2个礼拜前就收到一些产品了，因为最近一直在忙搬家的事情，所以没有办法处理它们。接下来1、2周可能都是一些器材评测跟开箱影片。这个不是业配，我会以我个人的角度去跟大家做分享。如果我的表现太兴奋，那只是因为作为一个3C 控基本的表现而已，并不是在卖广告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我们的主题吧。一般听到图传，可能都会觉得是给影片专用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东西。那今天除了开箱以外我会分享一些图传的应用。我们先来开箱，后面再慢慢说啊。好，打开盒子，把说明书拿开，直接就看到300 Pro 的本体 ，TX 是发射器 ，RX 是接收器，一个扩展的配件，热靴和一条 USB 转 Type C 线。但这边我就有点疑问了。因为据我所知Hollyland 跟MOMA 明明是同一个品牌，却有着不同的 logo。在某宝上收到的就是一头MOMA像的 logo， 但我手上的这个就有一点像是闪电的 logo。撇除掉 logo 的部分其他地方跟功能几乎都是一模一样，是一模一样的。难道是什么市场策略吗？如果有人知道的话，请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一下哈。那300 Pro 呢是300加的进阶版。我们先来看看300 Pro 跟上一代有什么差别。首先是300 Pro，300 Pro 外壳是使用上塑料下金属做的，而300加是全金属做的，所以重量变更轻了。上一代300加的接收器及发射器各重186克，现在来到300 Pro 轻了50克，各重136克。当然，你把电池装上去就不止这个重量了。但是300 Pro 现在可以支援 Type C 供电哦，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接行动电源来供电了。这个功能上一代就没有。延迟方面，从之前的 0.1 秒下调到 0.08 秒，新增了 OLED 侧面的显示萤幕，讯息更清晰。除了机身以外，也可以用 APP 来搜寻附近干扰最少频道来切换。也可以用新增的这个波轮来更换频道，或是调整其他参数。还有300 Pro 有2个版本，一个是标准版，一个是增强版。标准版的天线都改成了内置的天线，同样可以做到上一代的100米传输距离。增强版则是多了2根天线，可以让有效的距离变得更远。其他几乎就是一样了，双 HDMI 13个频道选择，支持 APP 监看，还有1080高清的格式。好，讲完格式呢，我们现在就来测试它其他的功能。手机先下载 Hollywood， 打开它有2种连接方式，一种是扫 QR code， 一种是登入 WiFi。如果你有买不要怀疑，我也没有找到它的 QR code。它 WiFi 密码是123456788。里面的功能算是蛮实用的，以器材的 APP 来说，它算是做得不错的。延迟方面，我随机按停测试3次，这个是得出来的数值，供大家参考。我之前有用过更贵的图传来拍这一条影片，老实说，延迟方面跟这台差不多，但传输距离就差得很远网络上有很多干扰的测试相反我自己想要试一下房间跟房间之间有一个阻隔会有什么效果。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测试一下，从我的工作室出来，先把门关好，然后呢经过客厅进去我们的主卧室。我预计我经过主卧室以后把门关上，我的讯号就应该会开始有断讯的情况了。那我现在不要看到我们的房间，就是一直走到最里面，然后这边呢。我猜应该会有这个断讯的问题，有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它真的很厉害。那我们现在试试看，换个地方进洗手间好了。洗手间，因为这边再有一个门，再隔一下。好，这边有没有断讯呢？
1、2、3、3、2、1。那我觉得图传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稳定不受干扰。为什么我不去空旷的地方试呢？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更有效测试一些抗扰性。我们现在先回到工作室。刚才在影片开始之前啊，我就有讲到一些器材应用。除了一般监控使用以外啊，有时候拍照上岸不止一个客人来跟，还有加上团队的人数，可能一般的电脑萤幕啊是不够使用的。这时候就可以透过电脑直接传到大电视或是其他萤幕去看，或是以前啊我做过一次 live show， 它是用图传从舞台下方开始，用投影机直播，到后面啊就直接到台上表演继续这样子。那你想想看，如果用这个技术去求婚啊，或是摆在婚礼上做一个 live 直播，应该是不错的哦。好的，测试的部分呢就差不多到这里了。这款图传呢，我查了一下，大概是15500台币，港币大概2900块。假如像我一样啊，因为我已经有一个萤幕监控了嘛，所以下一个器材想要进点不一样的，或是有自己的工作室想要拍平面，把它投影到更大的电视机。那我觉得无线图传真的是蛮值得投资的，毕竟这算是一个时代的转变，不用到哪里都勾着那一根线那么累赘。但是相反啊，如果今天是影像工作，我会选择租或买更高阶的无线图传，主要是空间跟活动范围的问题。我曾经去拍过一个广告，制作比较小。那刚好我的伙伴呢就买了新的图传，想说用图传来给客户看好了。事前呢我们都有做检查，确保没有问题哦。结果房间可能干扰太强了，导致我们的图传一直断线，没办法连上。还好那一次啊我就有二手准备，不然就真的尴尬了。我并不是在说300Pro会做成这样的问题，可能它的增强版效果也不错，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只因为我有过这些经验，所以我会选择更高阶的图传。最后就是不要让器材广告局限了你，有时候加点创意跟想法，就算是一根自拍杆，也可以让它变成空拍机。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帮我按赞、订阅、分享，顺便开一下小铃铛。有什么有趣的题材，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我是 LCK，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拜拜。